所有外在的学习只是要启动你的内在，每个人依自己的天赋发展，与人之间无需比较。一直向外求只会造成自卑，真正的学习是与内在连结。哲斯的观点强调了内在的重要性，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内在的智慧。他认为，外在的学习只是要启动内在的潜力，让人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天赋。哲斯也强调了每个人的独特性，他认为与他人比较只会导致自卑和不安。真正的学习是要与自己的内在连结，找到自己的天赋和使命，且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成长和进步。总之，哲斯的观点强调了内在的重要性和每个人的独特性。他鼓励人们不要追求外在的表象，而是要发掘自己内在的潜能，进而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。意识单位由内而外地建造你们的世界，所有的有形皆来自于无形。哲斯的观点认为，意识单位是宇宙的基本单位，它们是由纯粹的意识构成，且能够创造现实世界。因此，它们从内而外地建造我们的世界，而不是从外而内。此观点强调了内在的力量和意识的重要性。在这个观点中，所有的有形物体，包括人类和自然界中的万物，都是由意识单位建构出来的，而意识单位本身是无形的。这意味一个人的思想和意识能够影响他的现实世界，因为它们是由他的内在所创造出来的。整个物质世界是梦境，梦境一直仍是两个实相之间的联系。你们真的是先会梦游后才学会走路的。你们在睡眠中走路，你们梦到你们的语文，你们在梦中说话，而后写下字母。哲斯的观点是认为整个物质世界只是梦境，且梦境仍然是两个实相之间的联系。在这个观点下，人们先会梦游而后才学会走路，而在睡眠中也会走路。人们也会梦到说话和书写字母，这些梦境中的经验最终会被带入现实世界中。这暗示了梦境和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，以及梦境如何影响人们的现实体验。此外，哲斯还指出，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意识单位从内而外建造的，而有形的一切都来自于无形。可以举个例子来解释哲斯的观点。假设有一个人，他在梦中遇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看到了奇怪的建筑、道路和人群。当他醒来后，他意识到这个城市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，只是他的意识在梦中创造出来的。然而，即使这个城市只存在于他的梦中，他仍然和现实世界存在联系。例如，这个人可能会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某些建筑物或场景，然后感觉似曾相识，因为这些事物出现在他的梦中。同样地，梦中的人物、对话和情节也可能影响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想法和行为。这个例子表明，哲斯的观点认为物质世界就像梦境一样，存在于一个更高的意识层面中，而这个意识层面与现实世界存在联系。如果物质本身不先因有意识而活着，充满了要存在的意图，一个念头无法从无量数的神经末梢越过。哲斯的观点认为，物质的存在是有意识的表现，而不是反过来。物质世界的存在是由意识单位形成的，它们的存在让物质能够存在。每个物质都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，且都包含了其自身的意图和目的。因此，一个物质的存在是因为它被赋予了意图和目的，而不是它自身的存在让意识产生。在这个观点下，意识单位是物质存在的根源，它们通过结合和运动形成了所有的物质现象。
每个意识单位都包含了它自己的意图和目的，且以波动和粒子的形式运作。因此，物质的存在与意识单位的存在密不可分，而不是单独存在的实体。举例，假设你正在走路，这个动作需要许多身体部位协同运作才能实现，例如脚踏地、肌肉收缩、平衡控制等等。在 S 哲斯的观点中，这些动作的实现需要物质本身有一种意图或意识存在，才能让神经系统收到指令，让身体做出相应的反应。因此，物质的运作是由充满了意图的意识驱动的，而不是单纯由物质本身所决定的。一个相信生命无甚意义的人很快地离开了生命，而一个无意识的存在永不能产生生命。根据 S 哲斯的观点，生命的存在是由意识所创造的。如果一个人相信生命没有意义或缺乏目的，他可能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和情感，进而影响他的身心健康。另一方面，一个无意识的存在，没有任何形式的意识或自我认知，也就无法产生生命。因此 ，S 哲斯认为，意识是创造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。